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合理质疑，颠覆历史。大家好，我是陈启鹏，今天又来帮各位颠覆历史了。那今天要颠覆的主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咏春。那讲到咏春，要先从南少林武术来讲起。我们先前曾经讲过，南少林武术有各式各样知名的拳种，那统称叫做南拳。那其中有一套就是咏春拳。那讲起咏春，我想各位应该都还记得叶问电影里头所演的情节，可是在叶问电影之中，却没有介绍到咏春拳的由来。那讲到咏春拳的话，得要从南少林五祖之一的五眉师太来讲起。那据说清廷烧掉南少林寺之后，这个五眉师太为了避祸，那就跑到四川跟云南之间的大凉山隐居。那有一天，突然在山上看到了蛇鹤在相斗，那因此得到灵感，那创造了一套拳法。那不过这一套拳法，照理来说，应该会是蛇鹤双拳，或者是蛇形飞鹤拳，对不对？那为什么会叫做咏春拳呢？那这得要讲到说，他在创造出这一套拳法之后呢，有一天到街上去，结果看到有一群恶霸在欺负弱女子，他出手相救，救了之后就问这个女孩子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这个女孩子就是严咏春，她说了：“我叫做严咏春，是广东人。那因为父亲在家乡被人诬告，所以父亲带着她来大凉山这边隐居。那不过呢，被恶霸看上她的美貌，想要逼她做自己的妾，那她不从，所以才会在街上拉拉扯扯。那五眉师太听完了这一段缘由之后，那一来可能觉得是。这个严咏春品性还有资质都不错。那二来也有可能是他觉得，这个严咏春反正要救人就做到底吧，就干脆收他为徒。那收他为徒之后，后来呢，严咏春就学了这套拳法。那据说严咏春学完这套拳法之后，问师傅说：“请问师傅，这一套叫做什么拳法？”那严咏春告诉他，这个五眉师太告诉他说，这一套拳法是没有名字的。不过既然我教给你，那就以你的名字为全名好了。所以后来这一套拳法才会叫做咏春拳。那这种说法是最脍炙人口的说法，不过也有另外不同的版本，说其实咏春拳是来自南少林寺的咏春白鹤拳。那讲起这个咏春白鹤拳，原名白鹤拳，那它是由方七娘所创。那这个方七娘是少林拳师方丈之女，所以方七娘的这一套咏春白鹤拳也是南少林武术之一。后来方七娘自创这套拳法之后，就跑到咏春这个地方传授。那因为拜的人非常的多，后来还创造出咏春门，因缘际会加入天地会。不过加入天地会之后，他唯恐蜻蜓鹰爪从武功之中看出他是天地会门人，所以后来才会做了个变通，把咏春白鹤拳简化为咏春，而且加上个言部，也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咏春拳。那于是这个方七娘还特别留下遗训哦，说日后时机成熟的时候，记得要把全名改回来。那据说这一套说法在叶问所述也有提到，因为叶问在转述师父陈华顺的遗训之时，也有提到类似的说法，说陈华顺的师父有特别叮咛他，在必要时要把全名改回来。所以如此看来的话，这个咏春拳应该是脱胎自咏春白鹤拳。可是有人就把这两套拳法的技巧练法拿来做一个比较，结果比对之后，发现这两套拳法出入还蛮大的哦。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咏春拳的练法。那咏春拳讲究
很准快进，全由辛巴来留去送，甩手直冲，用削为打，以进代退，手脚并攻，神具体松。可是咏春白鹤拳却不是如此。那咏春白鹤拳，它是说以中系吹截，截虚捆手，三曲对三持，出剑对平肩，起牙关，夹尾椎，现八卦落大椎的原则，强调子午归中，千门归统一路。那由此看来，两套拳法的诉求，还有练法，还有它的用力招式，似乎都完全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你说咏春拳脱胎自咏春白鹤拳，由这个练法来看，确实让人家觉得有所争议。那于是我们就看看另外他们的传承好了哈。好，那咏春拳它的传承呢，我们可以发现它是从五枚师太来开始，那一路传下来到梁战、陈华顺，然后到叶问。那这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咏春拳的流派。可是呢，咏春白鹤拳应该会是从方七娘开始，对不对？可是有咏春门人他跳出来说，其实这一套拳法在南少林武术之中早就存在，他们的祖师爷应该是至善禅师。所以你看这个传承图，从至善禅师到苏三娘一路下来，虽然也有梁战跟陈华顺等人，但是你可以注意到，他居然没有方七娘。同样叫做咏春哦，居然有不同的传承，那是不是代表着方七娘的白鹤拳跟后来叶问所学的咏春拳，以及这里的咏春其实是不同的拳法呢？好，那当然各派门人也深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觉得非常的困扰。那据说他们都有花很大的心力去做辩证。但是无论怎么辩证，都会只是就自己的门派来做区隔，告诉说我跟其他人是没有关系的，跟其他门派是没有师从关系。那因此呢，到底哪一种说法为是，至今人莫衷一是。那我个人是认为学习武术之后，基本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固守旧法，也就是把师父传下来的东西照本宣科全收。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融会贯通之后加以改良，而这个在资质优秀的弟子里面特别会这么做。那于是我就要问各位，如果我今天学了一套拳法，自己来加以改良跟融会贯通其他门派的招式，你说我就不算是咏春拳了吗？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也很值得争议，对不对？因此各位，我个人对这种门派之别，或者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基本上认为说是不需要分得这么清，因为事实上是习武之人，随时都会观摩别人的招式，也会吸收别人的长处。你说不做改良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各位应该如果有看过《叶问3》的人啊，你应该对一幕非常的印象深刻。那就是后来有出现一个人，那叫做张天志。那张天志呢，就认为说叶问的咏春是高脚咏春，不是五枚师太传下来的低脚咏春，所以他认为自己的咏春才是正宗咏春。那于是哪一种说法为是？那这就看个人。不过我觉得只要学了招式之后，行侠仗义，能够济弱扶倾，都会是人人心中的正宗。那不知道各位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好，那讲完了咏春之后，我们有咏春由来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说，其实咏春一路传下来，一开始并不知名，是到一个人之后才开始奠定基础，发扬光大。那这个人就是梁战。梁战学了咏春之后出师，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开设拳馆，反而是跑到他的家乡去开了一个战生堂。
那这个战生堂是个药材铺，因为他们家原本就4代习医，那所以后来他就开了这家药店。只不过是在经营药店之余，他也低调的收徒弟。那不过既然有开班授徒，那当然也会有人登门讨教。那据说梁战呢，在面对人家登门讨教之时，很少打败仗。那于是他的名气也就因此1传10，10传100，有更多的人上门。那后来就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人过来挑战了。那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洪拳大师黄飞鸿。那讲起黄飞鸿，那各位如果搜寻一下看到的网络资料，都会是左边这张图。那有人就会认为说，哎，左边这张才是黄飞鸿，其实是不是的哈？因为黄飞鸿后来没有照片留下来。那个黄飞鸿的妻子后来对人说哈，黄飞鸿的第4子黄汉熙长得跟他父亲是一模一样，所以后来就拿黄汉熙的照片给记者。那于是后来流传出来，大家就误以为说这张就是黄飞鸿，那其实并不然哦。所以如果你看到这张说是黄飞鸿，请记得他是黄飞鸿之子，只不过是这张就是黄飞鸿的生前的模样的话，于是把它视为是黄飞鸿的照片，似乎也并不为过就是了。好，回来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登门比武，那黄飞鸿带了2个徒弟来到那个梁战这边，那一进门就表明意愿，说要来比武切磋。那当时梁战一看这个黄飞鸿人高马大，那自己呢身材矮小，再加上60多岁了，如果要按照武林惯例、比武的惯例来去比巧手的话，自己很可能讨不了好去。所以后来他就找了自己的徒弟陈华顺上场来应战。那这个陈华顺呢，有个外号叫做前华。那为什么称为早前华？是因为他曾经当过账房，那所以大家就把他叫做早前华。早前华。那梁战找早前华上场，也不是随便找，因为这个早前华就是陈华顺呢，身高190公分。人高马大不说，而且天生神力。为什么说他天生神力？因为他曾经去工作，人家一包200斤的大米，要用肩来扛，用背来驮。据说陈华顺是直接大手一抓，可以丢过去给工人。哇，你看这是不是真的是天生神力呢？不过，即使在陈华顺占尽优势的情况下，黄飞鸿仍然跟他打个旗鼓相当。后来陈华顺是使尽吃奶之力，好不容易以一招之差险胜黄飞鸿。那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比完巧手之后，接下来就是比武喽哈。那据说当时陈华顺用师傅教给他的双飞蝴蝶掌，还有内连穿心掌来应付黄飞鸿的罗汉18掌。那据说2个人也是打得旗鼓相当。那后来也是一招之差，让陈华顺险胜。那所以黄飞鸿败谢而去。事情还没有到此告一段落，因为据说后来3个月后，他又登门讨教。那这回不比巧手，不比招式，比什么呢？比兵器。那据说当时陈华顺就用师傅传授给他的6点半棍法来对付黄飞鸿的八卦棍，结果也是以一招之差险胜。那于是黄飞鸿这时候就心服口服了，说：“哎呀，梁战先生真是高明啊！”没想到这个时候陈华顺才告诉他说：“我不是梁战先生，我是梁战先生的
徒弟陈华顺。那这个时候黄飞鸿才知道说啊，原来跟自己一连比3场的眼前这个人不是梁战，是陈华顺。不过他也展现武学大师的气度，那连声说佩服。那不过这件事情后来传出去之后，后来就使得梁战跟陈华顺声名大噪，那后来也奠定咏春在当地发展的基础，这也就是后来咏春会在香港扎根的原因哈。好，那讲完了这里之后，我们接下来就顺便讲到陈华顺是如何教叶问的。那陈华顺出师之后，后来就去租叶家庄的大祠堂来做开拳馆。那开了拳馆之后啊，因为这个叶家庄的少爷就是叶问嘛，所以叶问就地利之便，那就干脆拜陈华顺为师。那后来学成之后，到香港这边开设武馆，才会使得咏春在香港这边发扬光大。那不过讲到这里，大家一定很好奇说，那现实的叶问跟电影的叶问到底是否相符呢？那讲到这个地方，我就顺便要讲到说，那个几个谜团啊。那第一个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就是，叶问到底有没有对付日本人？那我要告诉各位，其实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因为对日抗战之时，叶问一开始就加入了总统情报训练班，也就是先当特务就对了。然后呢，在这一段期间，他都一直从事秘密的特务工作。既然他身为特务，怎么有可能去大张旗鼓，在众目睽睽面前去跟人家比武，对不对？所以不仅他没有跟日本军官比武，甚至也没有后来像叶问2或叶问3去跟洋人比武，所以跟人家在擂台上跟人家比武，这纯属虚构。好，那第二个问题是，叶问后来到了香港，真的是因为误杀日本人吗？那这一点也是否认的。其实叶问到香港的时间非常的晚啊，那他是什么时候到香港？是在民国38年，也就是国共内战之时才到香港。而且他到香港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误杀日本人，而是因为怕自己为国民党工作担任特务，事后会被中共发现究责，也就是定他的罪就对了哈。所以呢，后来他到香港那边去隐姓埋名领取身份证之时，还不说自己是叶问哦，还改名叫叶毅哦，而且从他到香港一直到他死之前，通通不提他当特务的经过。所以我们看到有许多特务他在退休之后，后来还出什么回忆录啊，说他做了哪些事情啊，暗杀了多少人。可是叶问在当特务期间，到底完成了什么工作，暗杀了哪些人，通通没有人知道。可是如果他真的有当特务的话，那一定是有任务，这是毋庸置疑。所以其实他是不可能因为杀了日本人而避祸香港的。那第三个问题是，那叶问既然有担任特务，那他后来到香港，是不是也跟电影中所演的一样，就是跟张永成白头偕老呢？那这一点其实也是否认的。不得不说，这一点正是电影叶问跟实际上的叶问最大差异之所在。怎么说呢？因为叶问到香港之时，张永成其实是留在广东佛山这边。那到了1950年，他才到香港来见叶问领取身份证。可是领完身份证之后，他就回去了。那回去之后，没想到隔年元旦，中英共同宣布要封锁国界，也就是说，过去可以透过国界自由来往，现在通通禁止了。那也因为禁止，所以张永成后来再也没有踏上香港一步。因此，这个
张永成死之前，其实不是叶问陪着他，而是他的儿子叶准跟叶正，所以这是跟现实最大出入的地方。那第四个问题是，那很多人都会怀疑说，那张天志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人呢？因为从叶问3到叶问外传都有提到有一个咏春门人叫做张天志哈。要说的是，其实张天志并无其人。为什么？因为无论是从咏春拳的传承来看，或者是叶问的那个所认识的人来看，没有一个人叫做张天志。而且，如果这个张天志跟叶问同样都是在咏春有伯仲之间的技巧的话，那这样子他应该也会脍炙人口，甚至开班授徒，对不对？可是呢，却没有一个人叫做张天志来传授咏春。那因此，张天志肯定是电影情节虚构无误哈。那不过他这样的一个咏春叶问正统之争，倒是真的是存在在现实社会之中。那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地方是电影叶问跟真实叶问有所出入的地方。所以各位只要知道说，咏春是真的就是叶问到香港落地生根，而且因此发扬光大，这样就可以了哈。好，那讲完了叶问之后呢，我们再接下来就看到黄飞鸿好了哈。那前面有提到说陈华顺跟黄飞鸿对战，那讲到黄飞鸿，大家一定都会想到李连杰所演的黄飞鸿，那说黄飞鸿是佛山10大高手之一，对不对？不过在这边要先辩证一个资料，也就是说，所谓的广东石虎其实没有黄飞鸿，为什么呢？来，我们来看看广东石虎。我们可以注意到，广东石虎里头有王颖麟、黄成可、苏黑虎、黄麒英、周泰、谭继云、黎仁超、陈铁志、苏灿，也就是苏乞儿，还有梁坤。里头没有黄飞鸿，不过有黄飞鸿的父亲黄麒英啊。所以各位不要认为黄飞鸿名列广东石虎。那不过，广东石虎都是属于南拳，也就是南少林武术，所以南少林虽然被烧了，但是南少林武术确实在广东佛山这边扎根无误。但是令我们好奇的是，那广东佛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拳种，而且还成为武术之乡呢？那其实是有它的环境背景的哈，也有它的时代背景。那主要有3个原因。一来是佛山这个地方向来有习武的风，因为这边基本上交通便利，算是交通要冲之地，可是却地形平坦，非常容易被宵小鲫鱼来进行打劫，所以佛山人一向就有习武自保的习惯。那二来是经济发达，人口荟萃，因为近代工业就在这边扎根，那它也同时也是港口要冲。因此呢，有许多的商人都会来这边做生意，那赚的钱当然会需要保镖来押送货物，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武学之士会特别千里迢迢过来佛山，来看看是不是有用武之地，甚至因此开宗立派来发扬光大，让自己扬名立万。那第3个当然也是影视作品的推动，因为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功夫电影，像是李小龙也好啦，或者是黄飞鸿系列电影都好啦，背景都是广东佛山。那所以后来因为有许多的功夫电影都在广东佛山这边拍摄，那也因此让这边的武术之乡的缘由被人家挖掘出来。那也因为这些电影都非常的受欢迎，后来我们才会注意到势力属于小拳种的咏春，对不对？否则在此之前，其实很少人听过咏春，也没有人特别会去拜师学咏春。所以这个广东佛山成为武学之乡、武术之乡哦，倒是帮助的咏春拳的发扬光大啊。所以有机会各位可以去佛山祖庙看看，这边还有许多
多的纪念馆，像黄飞鸿纪念馆还有就是叶问的故居等等的哈。那在这边可以看到不少名人，也就是武术名人，他们以前待过的地方，那有机会可以去参访看看。好，那在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黄麒英，那黄飞鸿武术如此之高，那当然是由他的父亲黄麒英而来。那黄麒英的武学到底是从何而来呢？那首先要讲到的是，其实黄麒英家里非常的穷，那所以小时候在街头卖艺，后来被他的师傅陆阿采看到。那这个陆阿采，他的师傅据说就是至善禅师，所以各位这样子一连结下来，你们可以想见得到，这个黄麒英所学的也是南少林武术，所以后来黄飞鸿才会被称为洪拳大师哈。那黄麒英学成之后，后来他其实一开始是当到清廷军队去当武术教练，那不过后来他觉得薪水实在太低了，为什么太低呢？因为一个月只有3两6钱银子，那于是他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后来才会到广东佛山这边开了间医馆，那个就是宝芝林喽哈。好，那他平时的时候呢，就在宝芝林行医，那万一没人上门的时候呢，他就到街头卖艺。那当时他也教他的儿子黄飞鸿武术，那不过他大部分卖艺学来的钱，却是送黄飞鸿到那个私塾去念书，因为他不希望黄飞鸿跟自己一样那么的辛苦。不过黄飞鸿呢却不爱念书，他反而喜欢习武，所以没事就逃学无处可去，就偷偷躲在人群之中看父亲在街头卖艺。结果这样的行径几次下来之后，被他的父亲黄麒英知道，黄麒英非常火大，痛打他一顿，然后说他实在是不成才。可是这个时候，黄飞鸿哭着说：“我就是喜欢习武，我就是不喜欢念书啊！”这个时候黄麒英后来听了之后，心中有所感。因为读书还是要有天分嘛，人各有志，算了，好吧。既然你喜欢习武，我就不逼你读书，让你好好的习练武术好了。所以后来就潜心相交，没想到这个黄飞鸿，真的还蛮有习武的天分，一点就通，不到2年哦，就把父亲的绝艺通都学上手。不过黄飞鸿的武术还不是到此能够集其大成，那还要拜另外一个人所赐，那这一个人就是林福成。原来有一次，黄飞鸿跟父亲在街头卖艺之时，突然看到有一群流氓追着一个人跑，那于是他们出手相救。那这一出手之后，问对方发生什么事，那对方才说：“哎呀，我跟这些流氓发生了冲突。可是这个人来历并不简单，他是广东10虎之一的铁桥山大弟子林福成。那林福成非常的感激黄飞鸿父子相救，所以后来特别收黄飞鸿回徒，还把自己所会的那个铁桥山的武术，就是铁线拳跟飞陀绝技，交给飞鸿。那黄飞鸿身兼2家之长，后来才因此自创出一道拳法，叫做虎鹤双形拳。所以各位，这个虎鹤双形拳，有些版本说是他的父亲黄麒英所创，其实是黄飞鸿的成名绝技。那讲到这个为什么会有这2种不同的版本呢？那是因为说黄飞鸿确实从他的父亲那边学来虎拳跟鹤拳，但是到他的时候才把他自创出这样的一个虎鹤双形拳。所以记得黄飞鸿最擅长的拳法是这一套虎鹤双形拳。那不过讲到这边，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那到底是否有无影脚这门功夫？因为我们看到黄飞鸿系列电影之中都会有提到佛山无影脚，对不对？李连杰就在半空中横飞着过去，就把人家踢个是落花流水。那这样的一个谜团，其实有2种不同的说法。那一种是说有
无影脚这门功夫，而且不是黄飞鸿自创，是从别人那边学来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黄飞鸿出师开设拳馆之后，那有一个拳师叫做宋辉堂登门讨教。那黄飞鸿不知道对方来历为何，于是他就一开始是以防守为主的虎虎拳应战。结果几招之后，觉得对方似乎拳脚不过而已，后来就转守为攻。那就在转守为攻之际，后来这个宋辉堂呢，大喊一声看拳，与左右开弓，连环带打，结果呢让黄飞鸿左吃右绌，结果呢就在这样的一个不小心之中，就中了宋辉堂一脚。那这一脚来的是奇幻无比，让黄飞鸿是甘拜下风，连声说佩服啊！后来还跟宋辉堂表明意愿说，愿意希望能够学这一招无影脚。那宋辉堂也不藏私，说好啊，你要学可以，那我不要收你为徒啦，因为我们年纪差不多，这样子好了，我们交个朋友，互相交换绝招，以武会友，如何？那后来黄飞鸿答应了，所以两个人互相交换绝技。黄飞鸿因此学会了这一招无影脚，所以无影脚其实是来自宋辉堂哈。那不过这样的说法也有人质疑，那因此另外一派的说法就是说，其实没有无影脚这门功夫。为什么说没有无影脚这门功夫？原因是因为在黄飞鸿的弟子之中，没有哪一个真的会无影脚。那于是有人就认为说这应该不是一门功夫，而是一种招式，叫做按腿。那什么叫做按腿呢？那其实它会配合着马步还有手上攻势。那它的按腿通常都是在膝盖以下，也就是以双手的攻势跟马步来作为演示。那突如其来飞起一脚，那这就称为按腿。而这种按腿的功夫，在各门各派都有，并非黄飞鸿所独有。那而且呢，黄飞鸿的弟子之中也没有谁有被传授到这一招按腿那想想也有道理啦，因为像女孩子习武啊，她们也有一招叫做裙里脚，也就是以宽大做掩护，但是呢，脚呢摆出要踢腿的样子，但是你外表看不出来，所以后来当他手上有攻势一招打来的时候，其实是飞起一脚踢你，你当然就被踢中，这就是所谓的按腿功夫那不过不论这个无影脚是否存在，都不影响黄飞鸿之大名。那黄飞鸿后来因为行侠仗义，也跟霍元甲被称为南北双侠。那由此也可以看得出，黄飞鸿确实他的武术有独到之处。好，那讲起这个无影脚，也许没有这门招式，但是大家一定会好奇说，在黄飞鸿电影之中常常出现的13仪，到底是否存在呢？那我们看了相关的传记，还有去征询相关的关系人，没有一个亲戚叫做13仪，所以这个13仪奇人并无其事，是电影情节虚构。那当然大家会好奇说，如果没有13仪奇人，那是不是有它的历史原型呢？那这倒是有的。那有人就整合了一下黄飞鸿的生平，认为有2个女人最有可能是13仪的原型。那第一个叫做陆阿宽。那陆阿宽为什么会认识黄飞鸿？是跟黄飞鸿一次行侠仗义有关。因为有一次黄飞鸿到街上去，那看到有一群流氓在欺负摊贩，于是他非常的火大，就出手相救。没想到这群流氓就吆喝群众一起来围堵黄飞鸿。黄飞鸿一看对方人多势众，且战且走，结果没想到退到一条死巷子、死胡同，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他抬头一看，发现2楼有个少女打开窗户对他招手，那示意要他躲进去。所以后来黄飞鸿一个箭步就直接躲到2楼去了。那流氓赶快冲上2楼。
去找人，结果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事后黄飞鸿向那个少女道谢，才知道原来这个少女就是陆阿采。那后来黄飞鸿非常的感谢他，还特别要自己的大弟子陆正刚带着礼物去好好的致个谢意。后来陆正刚因此搭上关系，收陆阿采为徒，所以这个陆阿采间接成为黄飞鸿的徒孙就对了哈。好，那这是第一个版本。那第二个版本呢，则是说13姨的原型是一位女子，叫做莫桂兰。那这个莫桂兰到底是怎么认识黄飞鸿的呢？那就要讲到黄飞鸿有一次应邀去舞狮讲起。那当时黄飞鸿在舞狮时，可能是动作太大了，一个不留神，把自己的鞋子给踢了出去，结果这个鞋子正中莫桂兰的额头。那莫桂兰捡起这个鞋子，拿着鞋子，然后到这个黄飞鸿面前，就一巴掌给他打下去。黄飞鸿没有想到一个女孩子居然就对他扒一巴掌，他也愣住了哈。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少女那个莫桂兰还得理不饶人哦，说：“哎，你是习武之人，怎么会把鞋子踢掉？万一脱手的是武器，那不就伤及无辜了吗？”那其实黄飞鸿被打这一巴掌有点愤愤不平，但是听对方讲的很有道理，也觉得就是自己的错，好吧，那我就谢罪好了。那当然令我们好奇的是，只是一个无心之过，那莫桂兰为什么会这么的生气呢？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原来之前莫桂兰就曾经跟他的二婶打赌过，说如果莫桂兰可以打中黄飞鸿一巴掌的话，这个二婶会输给他几两银子。那所以当他去围观之时，正在想该怎么下手，突然黄飞鸿的那个鞋子就踢到自己脸上，他正好以此为借口打黄飞鸿一巴掌。那不过这使得两人结识之后，那黄飞鸿对莫桂兰的那个英气豪爽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两个人还发生恋情哦，所以后来59黄飞鸿居然娶小他40岁的莫桂兰，也就是当时莫桂兰19岁。后来两个人结为连理，你说这个算不算是不打不相识？有没有？那很多人在事后看这一段的时候，都认为说莫桂兰的豪气英爽，就很像敢爱敢恨的13姨，所以说莫桂兰是13姨的历史原型。那不知道各位是否也认同哈？好，那于是我们再接下来，既然这个13姨没有其人，那大家应该会好奇这个宝芝林是否真的存在呢？这倒是可以确认无误。原来黄飞鸿学成之后呢，一开始是到广东水师那边去当技击总教练，可是呢，没有多久，他的父亲黄麒英就病逝。那黄飞鸿遭受到丧父之痛，那心中非常悲痛，觉得说，与其去开班授徒，不如来好好的行医救人，所以后来才会开了这间医馆。就是宝芝林。他一开始所学的是从他的父亲那边传下来的铁打损伤之术，不过他自己还有在精进，所以后来他的医术也相当的高明。只不过宝芝林一开始开的时候并不知名，是因为那些街坊们只知道黄飞鸿武功很好，并不知道说他的医术也不错。是后来到一个人才开始变得名闻遐迩。那这个人就是刘永福。那据说刘永福在当黑旗军统领之时，就一直对黄飞鸿非常的仰慕，所以后来找了个机会来去拜见黄飞鸿。那在言谈之中，两个人相谈甚欢。那刘永福无意之中提到说自己有一个隐疾，困扰他几十年了那都没有办法治好，就在他的脚上。那当然，他陆陆续续有找过许多的名医，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根治。那这个时候，黄飞鸿就对他说了如果将军不嫌弃的话，是不是可以让我试试看呢？所以后来刘永福听了之后，就笑着说：“没问题啊，反正那个治好了算你的。”
治不好，算我的。所以后来那个黄飞鸿就为他治这个脚疾，结果这一治之下，居然就病愈了。据说刘永福非常的开心，还特别做了一个匾额，叫做医易精通。所以各位现在如果去广东佛山那边去参访这个宝芝林，你还可以看到里头有这个匾额医易精通，就是由刘永福给的哈。那这个也因为两个人有这一层互动，所以后来刘永福到台湾来抗日之时，据说当时福治军总教练的那个黄飞鸿也有跟着随军来台，那只不过是还没来得及报效国家，创造出一番事业，这个刘永福居然弃军潜逃啊！那于是黄飞鸿没有办法嘛，也只好随着人群回到佛山。不过他回到佛山之后很受打击，觉得自己一厢热忱，本来希望能够忧国忧民，能够好好报效国家，结果居然落得如此下场。据说他后来心灰意冷那尽管还有开宝芝林，但是却决定不再收徒弟。所以据说他还特别在自己的那个宝芝林上面有挂了2副对联那上联是武艺功夫难以传授，那下联就是千金不传，求师莫问。意思就是说，我的武艺功夫很难以传授，那就算你给我千金，我也不教了如果你是特地来求师，不是来看病的，你就甭问了那所以后来黄飞鸿就再也因此没有收徒弟。不过黄飞鸿的命运并没有到此告一段落，因为后来没有多久，宝芝林居然被一把火烧了。为什么会被烧呢？说来感慨，就是当时国民政府为了镇压广州商团暴动，结果呢就不小心就放起大火，把宝芝林给烧了，波及宝芝林。那黄飞鸿经此一役之后呢，整个家产全部付之一炬啊！这也让黄飞鸿自此落寡欢。隔年他就住到医院里面去了。他住到医院去之后，没有多久，他就病逝在医院之中。那据说他死的时候，黄家人连替他下葬的钱都没有了是后来因为他在行医的过程中帮了不少人，有人特别出钱出这个丧葬费，所以后来才能够让黄飞鸿好好下葬。那黄飞鸿后来他的墓地就在广州白云山，所以有机会可以去白云山看看，你还可以看到黄飞鸿的墓那讲到这个地方，顺便再讲讲事后来他的武术并没有因此中断，因为莫桂兰后来还有替他发扬光大。那讲到这个地方，顺便来讲到一个很有趣的资料，就是黄飞鸿其实一生有4个妻子，但前3个妻子都早死。那黄飞鸿因此认为说自己应该有克妻的命运，所以他想要娶莫桂兰的时候，也担心莫桂兰会被自己克，所以他做了一个变通。他跟莫桂兰讲说你呢就以测试的名义下嫁给我好了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被克到了。据说莫桂兰答应了，所以后来莫桂兰活得比黄飞鸿还久。那第二个说，后来黄飞鸿虽然不教徒弟了，但是还有教他的儿子，但是儿子后来跟人家比武的时候遭到暗算，黄飞鸿因此大受打击，连其他儿子的武术也不教了。所以这可以呼应我们前面所说，如果黄飞鸿真的有无影脚这门招式的话，他可能留到最后看看哪个徒弟成才或哪个儿子成才才教。但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他再也不教了，所以他的儿子也从来没有人知道说自己的父亲会无影脚这门功夫那不知道这么一说，各位是否觉得也有道理呢？那不过武学人士总是这样的，这让我想到电影《功夫》里面也有提到说，包租婆就是因为亲眼因为看到比武看到自己儿子被打死，才会决定退隐江湖。所以想想，这或许就是武林人士的宿命吧。不知道今天一讲是否也让各位对咏春或者是黄飞鸿有不同的观感呢？大胆假设。
合理质疑颠覆历史，陈启鹏的颠覆历史，我们下次见哦。